泰国的汽车产业一个例子是，它是做这个汽车某一部分的零组件，它在制造的过程里面，它只是想要确保数线是正确的。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们过去有没有犯过错？”他说没有。哇，那你们没有犯过错，你们还想导入？我说对，确保我们的品质都是100分。其实我们知道，过去泰国的汽车产业是非常蓬勃的。在台湾，其实我们看到的车厂，那他们会想做一些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曾经发生过错误。不管是因为客户的要求，或者对品牌形象的维护，所以我要去导入这样子的解决方案。但在泰国，我们看到有趣的事情是，服务于日系车商的这些供应商，他们会是很主动的去做侦测跟预防。就有一个例子是，他是做这个汽车某一部分的零组件。这零组件其实很关键了，它在制造的过程里面，它只是想要确保我的线路数线是正确的。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们过去有没有犯过错？”他说没有。哇，那你们没有犯过错，你们还想导入？对，确保我们的品质都是100分。泡面我们能够提供的针对品质这一块去做进一步的要求，你的作业员是按照正确的 SOP 去做操作。那还有就是我对客户也有一个交代，我有一个生产履历，他们是主动积极的去预防，然后去主动找寻不同的 solution provider。过去的这些泰厂，他们当然倾向是大家会讲泰文的本地的供应商。那可是因为他们现在对于这种解决方案的需求，所以他们越来越不排斥海外的厂商。在东南亚可以看到是各国的 provider 会进到这个地方去做服务。那但他们也提出来说，其实泰国的汽车市场，不管是国内的市场，或者说整个的制造市场，其实面临到很大的挑战。外部的挑战来讲，可能像邻近的越南，它其实是有非常便宜的劳动力，所以泰国其实它也面临到一定程度的工厂外移这样的挑战。那另外一个事情也是说，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动，更多的工厂搬迁到泰国，好比说中国的车厂、台湾的电子制造厂，他们有一些更成熟的智慧制造的应用，同样是在泰国生产，可是我工厂的整个的效率跟良率怎么都比你泰国原本这些老工厂还要好得多。那这样也让泰国的制造业者感到非常的惊慌，尤其是看到这么多便宜的中国的车系进到泰国的市场，他们就会觉得说，这的确现在是一个很挑战的情况。但他也觉得说，我有一些原料上的优势，像橡胶，汽车很重要的原料。这么多的挑战情况之下，本土的泰国业者或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者，都会很想要的去改善他们在工厂里面智慧制造的应用。首先从数位化开始，再来是智慧制造，都会有很大量这样子的需求。即便说有些厂可能外移到越南，但是持续的也有新厂在泰国做新建，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变动很大的市场，然后需求也非常大。